中国经济萎靡不振，青年失业率飙高，考公务员成了不少人求职的首选。最近，中国最大规模的地方公务员考试吸引了超过530万名考生，争抢16.6万个铁饭碗。这么激烈的竞争场面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我们来先看一下视频。23万大军挤爆重庆公务员考场，这就是2025年最真实的就业图鉴。刚出炉的官方数据炸锅了。今年重庆公务员招考放出5469个金饭碗，结果23.2万人抢着往里冲，最夸张的岗位是548人抢一个编制，这哪里是考试，简直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看看这个恐怖的比例，平均42个本科生抢一个岗位。参加考试的有即将毕业的大学生，有专职备考的小镇做题家，也有被社会毒打过的上班族。每个人都想通过这场考试实现人生跨越，改变自己甚至是全家人的命运。很多人都说高考是现代版的科举考试，而我认为公务员考试才是。考上了，自己将拥有铁饭碗，父亲佝偻的身影将被扶正，母亲的眼神将不再羡慕他人，找对象时会更有勇气。妈，你看我来考公务员了，考完了，终于考完了，上午考完了，120题，120分钟，有的我题目都还没看完，就2分钟过去了，真的，贼刺激了，一考一个不吱声，下一次再也不报了，不过也没有下一次了。我在考场门口看到了特别多的考生，然后从这个外貌上面去看，有20多岁的，可能还没毕业的应届毕业生，也有着就是特别多白头发的，看起来有30岁左右的考生。一起往这个考场里面走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就好像30岁以前的人生，尤其是在山西，好像大部分孩子都被困在了这种考公和考编的这个笼子里，好像除了考公考编没有任何一条出路。华图教育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，今年公务员联考扩招增幅超过了8%，全国23个省份共计划招录16.6万人，比去年增加了12867人。23个省的省考报名人数总人数超过了530万人，其中呢，多个省的报名人数创下了新高，比如河南报名人数超过70万，广东报考人数预估是70万，陕西报名人数接近35万。报考人数激增的背后，是当下年轻人对稳定最直白的渴望。在如今的就业形势之下，这场考试对很多人来说呢，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因为很多人为此已经付出了太多了。有参加完考试的网友说，考公最累的不是学习，是明明知道上岸的概率微乎其微，却还要顶着来自于工作与家庭的压力，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尝试。毕业1年了，但我发现我身边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工作，都在干什么？都在考公考编。就连我毕业4年的姐姐，今年也被裁员了，现在也全职在家备考考编。我不知道只有山东这样，还是其他地方也这样。总之，今年就是这2年，就考公考编，大家挤破头都去考。前段时间我也报了辅警考试，一个岗位360个去考的，就是一个小县城的派出所。我的妈呀，感觉到现在的就业形势就是不好。你知道都是什么人在给你竞争公务员和事业编吗？说起来真挺扎心的。今天有个业主问，小伙子，你下班以后晚上都干嘛？我说看看题，刷刷热点，准备考公呢。结果人家给我说，哎呦，小伙子，那你得抓紧了，我闺女才刚上大1，就已经准备2手抓公务员和事业编了。我当时我就笑了，我说那这么早准备，那时政不得一直学啊？结果人家说，现在啊，觉得时政放到以后申论里肯定能用上，到时候分就高了。听完这话，我忽然就明白了，我一直考不上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努力，而是被他们卷出局了。人家从大1就开始布局呢，我这都在超龄了，还在这刷基础题呢，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
务员3、4千块钱，工资却是咱们普通人的2倍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月3、4千块钱，还没有别人送外卖、跑滴滴挣得多。那么多人去报考，还没有人主动离职，是为什么？其实公务员这个圈子不大，我身边就有8、9个人，里面就有一个是体制内的，1万月薪都说挣得很少，但你要是把他那些福利待遇都算上，人家挣的可是咱们普通人的2倍以上。以合肥的科员为例，除了月打卡工资以外，每个月的车补500，住房公积金单边1500以上，季度奖金2500左右，年终奖15000，年底发13个月的工资，而且人家吃饭是有食堂，住宿是有宿舍的，看个病都能报销80%以上。看完这位网友对中国公务员待遇的介绍，终于可以理解为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挤破头的争抢铁饭碗了。对比一下当前中国社会各行各业掀起的裁员潮、返乡潮，普通平民为了找工作，甚至要露宿街头，这铁饭碗的吸引力确实很大。10年前，我坐在教室里，听着老师说知识改变命运。10年后，我站在招聘会上，看着招聘牌上写着月薪3000以上，招硕士学历。我忽然感觉好像命运像个笑话。2025年啊，1200多万大学生，100多万硕士博士生，还有无数的中专生、技校毕业生，这些人都挤在一条越来越窄的就业路上。大厂裁员，中小企业缩编，现在连送外卖都要抢单。我是安徽的，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，我学的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。最近这1个多月一直是一个待业的状态，现在学校已经放任我们去就业了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宿舍也很快就不能住了，要自己出去找房子。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终于考上了一个本科。本来呢，我们全家的预期就是在我毕业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可观的薪资，过上一个比较体面的生活，让我妈也可以挺直腰杆。但是经历了很多的残酷之后，现在我将要去干一份3000块钱左右的工作。大家好，这是进厂的第7天了，我的本科生舍友 A 和舍友 B 还是没有回来啊！第7天了，我真的快顶不住了。每天进去车间就是狂的干，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宿舍跟车间，根本没有一丝丝吃饭的时候只有30分钟。就是上个视频我说我们在车间待12个小时是不准确的，准确来说呢，我们是吃饭只有30分钟，然后干活是11个小时，在车间要待足够大概11个半小时左右吧，因为吃完饭之后也不能回宿舍睡觉。然后我今天好累啊，顶不住了呀，想跑路了，真的想跑路了。这个就业问题真的很严峻，不是说35岁以后会被企业辞退找不到工作，现在这个26、27岁的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呀。我大学室友1个月3000块钱，一天2班倒，一个班12个小时，这么高强度的工作，工资还那么低，而且是在天津，加上今年又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，这么多人来竞争工作，我可以预想到我这个行业应该是会消失的。我是在天津这边干中介的，大家都不挣钱，怎么买房子？我也知道上面下了文件，不要唱衰房地产市场，可现在关键是大家兜里面都扁扁的呀，腰包都不鼓啊，怎么买房子呀？对不对？现在已经不是说高或低的问题了，而是大家现在解决温饱，我感觉都有点困难。最近，中国知名在线招聘平台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显示，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从前一年的57.6%下降至了55.5%。但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在信报发表文章表示，具有经验的几位观察者估计，2024年中国应届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大概是30%至35%的范围之内，肯定是达不到56%。他说呢，假如平均就业率是30%的话，那么总失业人数就是2805.5万人。丁学良最近与大陆的高校教师交流，教师们说，最差的高校就业率连30%都达不到，只有20%左右。而且呢，辅导员告诉那些应届的毕业生，找不到工作就在填表时写灵活就业，碰到调查时就说在做自媒体。还有许多观察者都认为，中国年轻人将面临就业最难的一年，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。网上呢也流传许多不同年龄的人士找工作失败的哭诉视频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，我感觉我真的找不到工作了，我就觉得自己好没用啊。我就是毕业到了现在，我也
工作了好几家了，然后我遇到的不是公司跑路了，就是加班特别的严重，我真的坚持不下去。然后我就想着开年了就应该好找了吧，因为我在网上看大家都说金3银4，我也这么想着。然后我就去找了好多家，全都是骗子公司，不是让我进厂，就是让我去擦边。我真的找不到工作了，我晚上都在刷那个 POS 直聘，我真的感觉在上面找不到工作。我今年已经25，可是我现在一事无成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城市。那天去参加一个大型的招聘会，那是我第一次在招聘会上看到年轻人，好多的年轻人。我在填有一些单位的报名的信息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国外的很好的大学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那是19年毕的耶。还有另外一个是211学校的，就是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，我能够看出我以后的生活就是不停的换岗位，不停的换工作。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已经不是找不到工作了，而是不知道我们想干什么。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迷茫，不是说我们不想找工作，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，能干什么。说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没有值得我们特别开心的事情，生活也确实提不起来什么兴趣，每天就按部就班的维持着现状，但又特别想脱离现状。我决定回家了，找工作四处碰壁，失业已经1个多月了，没工作，每天都很焦虑，盼望能早点找到工作，每天一睁眼就投简历与面试，然而每次都失望而归。昨晚一直失眠到深夜，突然不知道来大城市的意义是什么。每月工资除去房租、伙食费、日常支出，算下来几乎所剩无几。1年到头，辛辛苦苦工作，却存不下多少钱，感觉生活似乎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看不到头，也找不到出口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